我3年就营收超过1500万，辅导超过2000多位学员，接触过超过300多家的餐饮供应商。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只剩下2000元？哈哈，别提了啊！毕业后，为了不让李癌的妈妈担心自责，在小学同学的鼓励下，凑了460万一起合伙餐厅创业，却因为太有自信，3个月后户头只剩2000元。面临从未有过的失败，你还会继续坚持吗？跟同学凑齐了460万开始餐厅创业的热血老板 James， 不仅曾创下年营收破1000万，同时操作3个品牌，也是协助过2000个想开餐饮业的开霸餐饮顾问创办人。不过在刚开店3个月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太过自信，公司户头仅剩下2000元。但说也奇怪，台大生医出身的 James 为什么会放弃顶大光环来开餐厅创业呢？高中我爸突然就心肌梗塞过世，然后后来我妈半年就发现乳癌末期，所以我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觉得人生晴天霹雳，大概就这样过到大学，然后后来就还可以的状况维持住。但是我其实一路在大学跟研究所都在做补习班老师，1个礼拜大概就可以快1万块，所以生活还可以自己养。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又发现肺腺癌，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就没有毕业。出来之后我就每天陪我妈，我妈那时候就有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她觉得这几年几十年好像是不是她的一个身体状况让我很难正常找到工作。我就跟我妈说不会，我说这个你儿子很优秀，可以自己创业做事情。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决定说，我想来创业。那结果后来刚好有个小学同学，就是他是厨师，他就说，他想要做一个餐饮业。我说，不错，我幻想看，好像开间店当老板，你很自由，又可以照顾家人。我妈就说好，那家里的钱也有限，那就去借钱。所以我们就贷款贷了，用房子抵押贷款300万，然后我就去找了其他身边朋友们凑，最后其实就凑了400多万。就开了第一个这个意式餐厅，主打炖饭叫吃一顿饭。James 的第一间店前身是敦化北路的一间水饺店，坪数40多坪，月租金9万。但没想到缺乏经验的关系，没算到光拆除费就花了20万元，加上跟设计师沟通不良，装潢更是多花了300多万。你原本预期就是说，我们当时大概可能200万做一个装潢。结果我们租的时候，因为它其实都很多隔板隔在一起，因为看不出来里面。设计师的第一步说先拆除才知道怎么见底嘛，就隔板之前就觉得很脏很乱，拆了之后你发现更脏更乱，所以光拆那2个礼拜拆不完，因为它太多垃圾。到2个礼拜之后，你知道我的感受就是它从一个脏脏的废墟变成一个干净的废墟，所以光那个时候大概其实我知道就20万。最后结果就是加房租啦，时间耽误，就是300万就不见了。光前几个月你就发现你的资金的安排规划就完全超出预期。我觉得有部分真的不能全怪设计师，因为我们当时也不懂怎样的设计师最适合开店，所以我们找的设计师的确他蛮有能力的，因为他做一些精品旅馆啊，做一些大厅那种，就设计感不错。因为他可能案子都几千万，那做我们200万很难做，就是的确在功课面上的设计面，我们想的太简单。所以的确就觉得，设计师应该都能做出一个餐厅，没有。到现在10几年下来，我觉得完全不是。原本以为处理完店面的事情就能够大展身手的 James， 没想到要开店的时候，户头竟只剩下40几万元。后来只能在网络上开始找流量，但又因为不懂得脸书行销，只会乱发文章。到了第3个月，户头竟然只剩2000元。我真的当时有一个晴天霹雳，觉得我真的超烂。开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好像你开就会有生意，这完全在做梦。那段时间我感受非常的无力跟自责，我就把东西做好吃这样，就绝对是吃屎。认真说，所以后来就是到10月发现不妙了，我们就很全力的想办法要曝光这间店。我们自己就是尝试做行销，就乱 po 文。你去看以前 po 文都超好笑，都 po 一些我自己看到觉得这间店在干嘛，就谁管你在做什么。真的很感谢一个学妹介绍了一个当时算很红的部落格，那也是那个一档的活动让我感受到做餐饮行销到底多重要。那个部落客来一篇文章的下1个月直接翻倍，我们直接就是做到60、70万，代表我们做的其实不差，只是没有让客人知道。终于做出了一番成绩，甚至年营收还破了1000万，也能够让妈妈不再担心自责时，没想到这时却传来了噩耗。
那因为肺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因为它有呼吸器，然后它压着那个脸，然后你必须强制呼吸，如果经过会难过这样。那其实就每天在医院里这样，认真的说你也无能为力。但是后来因为真的就并发一些其他的症状，所以后来妈妈是在洗肾过程走掉，因为她呼吸也不行，所以其实当下的感受就认真的说就是已经累积了很久，你已经不会有太大的激动感，但就是你看着她那种痛苦，其实你也很难说些什么。但我觉得我妈至少最后跟我讲说，就说她觉得很棒，就看到我能够真的自己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谢。但我觉得人生就这样，15岁父亲离开我，到30岁妈离开，那人生毕竟会经历过这个，没人会希望遇见这些事情。很谢谢妈妈这一路，真的是她更辛苦。说实在的，没人想要经历过这样的病痛，但就这样，感谢。虽然妈妈的离世让 James 难过许久，但却没有击垮他。回到工作岗位后，合伙人便提出了想要升级餐点、调整餐厅形象及营运策略，但没想到这样的转变，客户并不买单。我们当时其实最大的关键是生意还不错，但因为我们用的食材成本其实不差，所以你的那个利润大概最后可能就10%。所以我们当时2个策略，第一个是我们换了菜单，把一些部分菜单换掉，换一些新的，然后我们就调整了一些原本利润不好的商品去重新包装。第二部分事情是加上了一些我们觉得客人愿意尝试的贵的商品，所以这一来一往就业绩直接就掉了30%。等于说最大的关键是老顾客回来，菜单怎么不一样？这东西都不在。瞬间我又理解到这个自以为是，你又忽略到市场消费者大家对你的认知跟原本喜欢你的原因。做生意真的消费者端的一个市场，你必须花很多心思去照顾跟了解，然后不要自以为是。虽然餐厅的生意开始逐渐稳定，却满足不了 James 对事业的渴望。一次讲师的邀约让他发现了新大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慢慢开始有了更多新的想法。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一个 POS 系统很好嘛，他们因为 POS 系统希望推广给餐厅老板使用嘛，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一些开店的知识啊，开店课程。那我做3年勉强还可以分享，所以就开始做了这样的，有点像是在教大家分享，然后提供知识。每一次可能不同的时候，有卤味店会问我，有咖啡厅会问我，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会去北中南去分享。所以那个小聚餐厅老板聚会，跟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开店的老板交流的过程，就发现很多东西我也不太会，我就开始问，结果就发现你就很常被打枪，他们就像一个封闭的圈圈，也不想鸟你。跟他们沟通的一个点是，他们很在乎你是做什么的公司跟头衔。那我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去做个整理，做个餐饮平台，提供更多的知识给大家。我当时就跑去注册了一个顾问公司。但那时候因为脸书会起飞，流行大家讲创业，然后讲说各个行业有一些什么加速器，所以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在餐饮业里面首先去做一个所谓的餐饮加速器。那公司成立之后呢，我再寄email过去，打来的可能是真的是总经理，打来可能是公司的第2代，也想要推广公司的东西，所以那个很现实的社会的沟通方式，我那时候学会。那你这个副业或者是这个餐饮顾问，你都是怎么收费的？我就希望真的不要是让客户多花钱，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抓10%的利润。所以总之大概的逻辑是，我们会帮客户规划他的资金，从店面开始找，从这个装潢开始切，然后食材到一些设计面，等于是开店前置。每次在讲我自己花钱花了这些设计装潢，挑错了一个店面，然后花很多钱了，我们就让他这件事情的前置尽量避免，让他开店之前的风险降到很低。那1、2场比较印象深刻，真的赔钱。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工班的木工跟所谓的进场设备打架，所以导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把木工拆掉，所以一来一往，光修复跟 delay 的时间前后就多了好几万，快10万块。终于找到餐厅外能够发展的新事业 ，James 非常投入。本身就是补习班老师出身的关系，也非常喜欢演讲制课。除了能够帮助到想做餐饮创业的人之外，自己更是想圆一个全世界餐厅品牌的梦。开店当然我想越开越多嘛。然后那时候意式料理我们做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之后，就发现
好像它没办法真的开到全世界。我真的假设梦想我的品牌能够开到全世界的时候，意大利炖饭在台湾的品牌能够在意大利开吗？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行我应该还是要回归所谓的台湾食物、台湾小吃。也因为顾问公司的关系，所以资源还算蛮多的。我们就来接触了一些包含像咸酥鸡、手摇饮这些随着传统食物，我们就开始投入。结果到2020年觉得还不错的时候，就发现了疫情。那疫情一来，其实顾问公司都没生意了，原本餐饮也是几乎重创。我们那时候直接剩到4成3成，所以每个月赔20万，那赔了5、6个月。第一波疫情结束之后的2021年，房租就从9万块，那时候房东要涨到16万5千，所以对我来说觉得非常没办法，我们就毅然决然的把空间都搬离了，也觉得一波疫情结束了，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搬家了，把原本我们熟悉的品牌再拼凑的。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些咸酥鸡嘛，做饮料、油炖饭，还有咖喱饭，什么都做。我们复合式的空间叫超级市场，生意超好，然后内用外带都做得不错，结果不到1个月又封城。原以为疫情的出现不会持续太久，这时胜券在握的 James 才刚大资本投入新的事业，没想到宣布封城后，面对遥遥无期的解封，伙伴们纷纷离去。James 则是每天14个小时的高压高工时下硬撑在餐厅里。几个月过去，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状况。因为刚封城嘛，所以内用基本上完全没有了，然后我们就外送。那个时候闲也很好笑，就是才开始拍 YT， 开始分享一些知识，也希望同行能够大家参考。到了年底前，其实还撑住，就是说因为外送的量体，然后跟我们本来的经验，所以没有到赔什么钱。但隔年其实真的更难找人，我又重回了第一线，每天上班14小时，连续3、4个月，有一天就是真的突然惊醒。然后就心脏跳超快，直接反胃，然后直接跑去厕所吐。人生应该创业到那个时候，真的几乎落泪，觉得我应该是要好好面对这事情，并且考虑把它放弃。短暂休息后的 James 意外得到了许多灵感跟启发，不仅仅是在 YouTube 上面有了成绩，在外送上也有很大的突破，靠着外送策略成功的度过这次难关。疫情后，他带着新的想法跟梦想继续努力。帮助想快速创业的餐厅老板，想成为餐饮界的熊猫跟 Uber， 想打造一个属于 James 的餐饮生态圈。餐饮老板真的很多都是单打独斗，没有一个能够互相真的很帮忙的方式。那我觉得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它应该就是能符合一些所谓的共享经济。卤味店彼此可能北中南加起来可能有好几家，但是不会是绝对竞争关系。大家其实很有机会是可以一起采购，对不对？一起买到原物料，或是一起买包材，或是大家可以同时不同品牌联名一些商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大家如何在这个生态圈里面做自己的品牌，维持自己的一些坚持之外，你可以共享很多的一些经验也好，采购也好。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我也是认真的从这10年经验，然后也把我过往补习班老师的想法做出一个算是多年的整合。那这一次我准备了一个很棒的课程，那其实很久没开课，那这课程的内容呢，其实是要来讲所谓的餐饮业里面各种最基础、最底层的逻辑。那只有逻辑不够，我还去讲了更多常见的10种类别的业态里面的营业秘密。那我的想法就是让不管是已经开店或未开店的老板们，他能够从其他老板的经验里面学习到一些知识，让大家能够有个共同的想法跟概念。那这课程内容就是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真的实现到餐饮生态圈的一个第一步。James， 那你的团队的组成是什么？就厨师朋友，然后有做设计的，然后也有做协助管理的，然后也还有我女朋友，我们已经在一起做了大概12年了。你有什么想感谢我女友的吗？这一路创业这12年，她都不离不弃，然后就是帮我分担很多事情。但我们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合，就是我们其实几乎不会吵架，但是情侣还一起工作，还生活在一起，其实蛮难的。我也希望可以跟她一起努力走下去，然后完成更多自己的梦想。他其实很多想法，可能因为在一起也久了，所以其实他讲一个东西，我大概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其实他是蛮照顾伙伴的人，然后他也是
很想为餐饮业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想要为大家付出，所以才会把自己搞这么辛苦。未来的期许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可以往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让餐饮业跟我们自己都过得更好。目前怎么看待餐饮市场？然后给餐饮新的业者相关的有什么建议？第一块一定是开店之前，第二块是开店之后。那开店之前很多的一些资金运用，我之前就是可能400万，结果200万的装潢变成300万花掉，所以我觉得以花钱这件事情，它一定要能够精准。其实也是我做课程的关键，就是我去公布了很多前辈们怎么花这个钱，那哪些的设备是最适合到位。第二部分事情是我们在开店之后，包含到现在人也难请，所以架构部分我都希望它能够用一个越少越好，所以我都是以一个1人就能够开店，维持一个目标生意量为主的设计。重点是一个逻辑跟顺序，是一个我整理好多年跟一些前辈学过，包含到我自己来看。且营运上你不用担心，像我以前求助无门，你有一些很多能参考，包含到我们提供的表单，包含到一些开店前规划，一个很棒的在我心中的懒人包的教材。所以这件事情在我来看，就不管大家是如何选择类别，我觉得这是一定是关键。最怕是什么？你没有赚钱之前花了一堆冤枉钱，导致你店还没有开，你就已经面临到一个挑战。就像当年的我，目前怎么看餐饮业市场？其实我觉得机会是比以前高一点。很多人就在讲说，好像大者很大，小店没机会。我倒不这样觉得，我觉得小店越能够靠自媒体，靠你自己的个性，靠你专注做你的产品是有差异化且有梗的，其实我觉得它还有更多的机会被大家认识。现在投入自己小规模的餐饮创业机会是好的。我未来的规划，当年有跟几个朋友去香港看过香港的餐饮业，那香港餐饮业当时就面临到了就是比较老化，也很多大品牌，但是其实你就发现一个国家一个空间，它的餐饮文化如果都变成大型连锁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期待的是，很多人想开店，我能够透过我过往这10几年内容，变成了一个知识，给大家做参考，让他在开店前的底层逻辑不会出问题。你能用这个套板去延伸出你要的你的品牌、你的风格、你的方式。就我真的是很期待啦，台湾餐饮业有更多小店，大家去朝圣。你会很开心，是你的生活圈每一年都有很多不同店开起来，透过真的不贵的金额，你学会这10几年的经验，让你收敛、学习、转换成这些你的能量跟知识，然后加速能够开出好的店，我们大家都去朝圣，然后支持你的创业。如果再重来一次，我应该不会做餐饮业，因为真的都没人帮助我，所以我一路就是自己冤枉钱也花了，然后坑也走。但当时如果真的有一堂课，能够在开店之前，我所有知道或犯错的事情都能够去整理出一个懒人包，很扎实的告诉我很多经验谈，其实我真的觉得会买爆。给自己未来的一段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期待用我自己原本的经验，可以给台湾餐饮业有一些贡献，就是内心就是只是希望台湾有更多好吃的食物可以长出来，然后每一个想要做餐饮创业的不会像我以前这么痛苦，那就是诚挚的觉得未来台湾很多美食跟我有一点关系，这真的就是我的梦想。我靠！怎样？现在卷饼是开早鸟课，低于4折现省。我靠，超便宜的啦！买了。我要去黑白大使，我准备黑白大使。那我开一个1993深夜食堂。可以。你干嘛？没有啦。没干嘛？拿计划是在干嘛？没有啊，最近鸡肉饭很贵，我们算一下。你们鬼祟祟，到底在干嘛？没有啊。我看看你们那是干嘛？我们赶快去吃饭。真的很鬼祟。是啊。这他妈真的很奇怪，到底在干嘛？哎。James 开课了，那你跑那么快干嘛？我跟他有熟啊。听说你有开课哦？啊，除了早鸟以外还有什么优惠？啊，你再折个200不够啦，多一点啦，花350哦。好，啊，输入什么优惠码？我花350哦。啊，那我也去开课，